最近波兰跟乌克兰吵架这件事情，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两国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针锋相对，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度还变成了波兰要停止援乌的传闻。对于此事，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有人同情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困难，有人替波兰打抱不平，还有人在澄清停止援助的谣言。但其实，在大兵看来，两国这次的争吵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回想一下，在这1年多的俄乌战争中，谁是最坚定的乌克兰支持者？又是谁在竭尽所能地帮助乌克兰？是波兰。今天咱们谈一谈波乌这对兄弟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其实，在大兵眼里，波兰一直都是一个十分理智的国家。对乌克兰这个邻居，波兰一直都十分关注。毕竟，经过几次历史影响，波兰人无比渴望拥有一个繁荣稳定且友好的邻国，来共同面对俄罗斯。因此，两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乌克兰的许多家庭都具有波兰血统，在这个国家也居住着大量波兰人。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是波兰在第一时间明确立场，公开表示绝不承认俄罗斯这种违反国际法的领土变更，不承认克里米亚从乌克兰分离。华沙也不接受这所谓的全民公投。克里米亚危机扩大后，波兰还是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2014年便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急缺的防弹衣和旧弹药储存。之后数年间，波兰向乌克兰提供了总计540万美元的军事技术援助，数量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同时还加入美国领导的多国联合训练小组，为乌克兰军事训练提供指导。在后来的顿巴斯战争爆发后，波兰也一直在为乌克兰奔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4年，就有华沙的军事专家看出，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对乌克兰进行更大范围的战争，并对其做出预案。波兰专家在2014年研判的结果是，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方式有3种。第一种，俄军挺进马里乌波尔，建立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走廊；第二种，俄军开进到奥德萨，从而逐步掌控乌克兰沿海；第3种方式，则是现如今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在那时候，波兰就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非致命装备，并且华沙还答应协助训练乌克兰士兵。为此，波兰军事教官将前往乌克兰，与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教官一起工作。除此之外，波兰还主动拉上立陶宛和乌克兰，共同组建一支旅级规模的军事力量。3国的这个联合作战旅将会有4500名士兵，指挥部设在波兰的卢布林市。明面上，这支部队是为了准备国际维和任务，但实际上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还是训练乌克兰的士兵。在经济方面，波兰也没有放下对乌克兰的援助。而2014年的乌克兰刚刚经历了一场革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十分不稳定。此外，乌东的战争也对该国的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在乌克兰最困难的时候，波兰向基辅承诺提供1亿欧元的贷款，贷款条件也十分优惠。但波兰深知，仅凭自己一个国家的援助，并不足以解决乌克兰的困境，只有美国、欧盟和俄罗斯才能够解决乌克兰的未来，并给予他安全保障。到2016年北约华沙峰会举行期间，波兰促成了北约与乌克兰举行会议，北约批准了针对乌克兰的综合援助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包含了40多项关键领域的针对性支持措施，为乌克兰增强自身防卫能力提供保障。在之后于2020年7月，波兰、乌克兰以及立陶宛3国外交部长发表了关于成立卢布林三角的共同宣言，以加强3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合作。尽管卢布林三角并不是一个军事联盟，但宣言也着重强调了3国之间安全合作的重要性，用大量篇幅表达对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的支持。除此之外，在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方面，波兰可能比乌克兰自己还要上心。早在1999年，两国就建立了波兰、乌克兰欧洲一体化常设会议机制，借此渠道，波兰向乌克兰分享入盟经验，这让其他欧盟成员觉得
波兰与乌克兰的关系比与欧盟成员国的关系还要更亲密。总体而言，对于历史上饱受恶灵困扰的波兰，其孜孜所求的便是在东西方寻求与邻国的友好共存。如今在欧盟的背景之下，乌克兰正是填上这道防火线的最后一环。因此，在当下的这场俄乌战争，波兰始终站在反俄挺乌的前沿。在2022年2月26日，正当其他国家还在为战争的爆发而震惊时，波兰的弹药援助车队已经抵达乌克兰。这一批弹药包括乌军急需的反坦克武器和一些炮弹。在乌克兰解除基辅之围后不到10天，就有消息传出，在波兰东部边境地区出现了上百辆 T72M1坦克，准备援助乌克兰。这些坦克看起来状态都很不错，其中包括 T72M1、T72M1R 坦克。除此之外，波兰还向乌克兰提供了 BWP-1 步兵战车，这是苏联 BMP-1 步兵战车的波兰版本。这种数量的坦克援助，即便是到1年半后的今天也不多见，而波兰却在第一时间拿出来。而此时，德国还在为是否援助乌克兰而犹豫，是波兰扛起了坦克援乌的大旗。虽然在数量上来说，波兰对于乌克兰的援助确实没有美国多，但毕竟波兰本身就没有多少存货，装备实力也比不上美国。但是从军援力度上来说，波兰绝对不遑多让。除此之外，波兰还说服了德国政府不再犹豫，坚定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立场。而波兰的大手笔也给其他北约国家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其他拥有苏式坦克的国家也纷纷慷慨解囊，将自家坦克送往乌克兰战场。2022年夏季，波兰西部村镇别德鲁斯科开设了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它的名字叫做艾布拉姆斯坦克培训学院。该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操作艾布拉姆斯坦克。在美国教员及28辆坦克样车的帮助下，乌克兰坦克兵接受了这款堪称世界最先进坦克的驾驶和射击培训。除了 M1 的培训之外，波兰在后来还秘密设立了豹式坦克的训练基地，有不少乌克兰的士兵都在这里接受由波兰、加拿大和挪威教官进行指导的坦克培训。而且与正常的军事合作不同，波兰的训练为对标实战，在这里乌克兰士兵的训练强度非常大，正常情况下相关培训需要2个月，而这些乌克兰士兵的训练集中在仅1个月内。有波兰教官透露，乌克兰士兵从周一到周六每天将会训练10到12个小时。当前，波兰政府已将本国定位成乌克兰的后勤中心，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输送来自西方的武器和援助，并施压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而除了援助乌克兰之外，波兰还做好了随时下场帮忙的准备。自战争爆发后，就开始疯狂扩充自家的军备，先后向美国购买了 M1A2 坦克、远程导弹、海马斯火箭炮以及上千枚制导火箭弹。除此之外，波兰还向韩国订购了近1000辆 K2 坦克，其中大多数坦克都将会在波兰本土制造。在未来几年当中，波兰的坦克数量将会是法国的7倍，成为欧洲最强陆军。但这一系列的动作也让波兰逐渐力不从心。在2023年之后，波兰援助的力度就大不如前。毕竟波兰本身的体量并不算大，即便是经过多年经济发展，也无法同时支持扩军和大量援乌这2件事情。乌克兰也知道身后的波兰兄弟已经尽力，因此也并未再给波兰军援压力，而是开始向其他国家求援。但有一点，乌克兰还需要波兰老兄再出把力，那就是在自家粮食方面帮帮忙。两家的争吵也因此爆发。大家也都知道，乌克兰一直以来叫做欧洲的粮仓，产出了大量的粮食作物以及价格低廉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原来是大量的销往欧洲各国，但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的农产品原本通过海运进入欧洲市场的道路被堵死了。特别是在黑海粮食外运协议到期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续签，更加加剧了乌克兰粮食外运的难度。海上走不通，自然就只能走陆地的运输。乌克兰的这些粮食和农产品通过陆地边境是向波兰等欧洲国家这样进发。
在这个过程中，以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为代表的这一些东欧国家，受到了乌克兰低价农产品倾销的巨大影响。这种倾销对于乌克兰来说其实是迫于无奈，毕竟自己手上大量的粮食和农产品，一方面是不好保存，二方面是也无法在乌克兰能够得到妥善的保存。毕竟巨大的粮仓一发导弹下来，可能就啥也不剩了。这对乌克兰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乌克兰粮食的贸易商开始大量低价的向欧洲倾泻粮食，以求快速售出，而这些低价粮食不可避免的就冲击了东欧的粮食市场。对此，波兰等国家最早采取了粮食限价等一系列措施来维持国内农业市场的稳定，但后来发现效果不行，于是他们就找上了欧盟，而欧盟刚开始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限制小麦、玉米、油菜籽和葵花籽这4种乌克兰农产品向波兰等5个东欧国家出口。这一限制措施一直持续到了本月15日。虽然出于舆论压力，欧盟绝不再延长该限制措施，但波兰等国仍决定自行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禁令。而此时又恰逢波兰即将进行总统大选，作为目前波兰总统的杜达，自然要对大选进行一定的布局。而乌克兰的农产品大量的影响了波兰农民阶级的利益，这些农民又是杜达重要的票仓。在这样的情况下，波兰就成为了第一个站出来要抵制乌克兰低价倾销农产品的东欧国家，而这就让乌克兰感到非常不满。作为反制，乌克兰现在也限制波兰等国的粮食进口。同时，泽连斯基更是趁着联合国大会这个机会，公开指责这些国家，宣称违反欧盟协议。这句话也让波兰有些火大。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也公开与泽连斯基互怼，为此还一度传出波兰不在原屋的消息。平心而论，大兵个人认为泽连斯基这么做确实不对。身为一国领导人，就算是和盟友有矛盾，也不应该放在明面上去争吵，而是私底下找波兰尝试协商解决。毕竟战争打了这么久，波兰都为乌克兰做过什么，大家也有目共睹。当然，大兵也知道乌克兰对粮食这件事情十分着急，最近为了打通黑海粮食通道，已经接连袭击俄罗斯多次，将俄罗斯在黑海附近的雷达和防空系统打了个七七八八。但这些举动并不能快速解决黑海运粮的问题。不过好在事情发生后，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扩大矛盾，而是冷静下来，各退一步。波兰总统表示，不会因为粮食过境问题影响大局，但是需要找到不让乌克兰粮食流入波兰的方法，才能讨论乌克兰粮食过境。而乌克兰方面也表示，将会与波兰就乌克兰农产品过境问题达成妥协解决方案。两国将以手动方式协调每一批次的农产品过境问题，乌方将把每一批次的过境农产品信息通报波兰，而波兰经济部等相关部门将对这些农产品在价格、规模等方面进行评估，从而将对本国的影响降到最低。显然，波兰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而乌克兰也会更加重视与波兰的关系。毕竟，要是真的因为粮食问题彻底把波兰得罪了，简直就是因小失大。抛开军援问题不谈，西方支援乌克兰的武器弹药大部分都需要过境波兰，通过公路和铁路运到利沃夫，然后再送到前线。而一旦波兰停止了这条线，那么乌克兰也是无法承受这个后果的。所以总的来说，乌克兰和波兰这次因为粮食出口产生的矛盾，其影响是有限的。未来两国的关系也并不会受此影响。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